来挑战巨无霸5公斤越南河粉。它这样可以做到这样，不踩很厉害的。然后它其实看得到血管啊。精神百倍，你不觉得吃上去有一种中气十足的感觉吗？坦白说，对不对？真的没有，我会讲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柠檬的小慧。大家看到柠檬是不是想到很清爽的夏天呢？不对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就是台中的东协广场。如果是老台中人，就会知道说这边其实是以前的台中第一广场。然后现在的东协广场里面呢，其实有卖很多的东南亚美食，有卖越南的啊、泰国等等的。但为什么今天特地来到这里呢？就是因为我真的特别喜欢吃越南河粉，就是佛啦。哦，那个牛肉河粉，我真的到夏天都一直很常吃，因为我觉得很清爽，而且吃越南河粉呢，一定要加的就是这个柠檬，清清爽爽，爽爽开胃。然后今天也特别整理了几间，就是东南亚美食要开箱给大家。然后有一间呢是挑嘴男有特别推荐给我的，就是越南河粉，因为上次他来园林，我有推荐给他我最喜欢的，所以我想要吃吃看，去挑战。挑战完后再开箱几间东南亚美食给大家。好，那在对面呢就是绿川，哎，现在整治的很干净呢，水好干净哦。啊，对了，你们知道什么动物最喜欢睡加油站吗？鱼啦，因为鱼儿水中游，水中游。就其实第一家店离东协广场有点距离，就是走路差不多10分钟。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这个我妈妈是越南人，那她其实是越南的华侨，就是她是讲广东话的，那她其实也听得懂越南语，然后也会讲，但是不常讲。可是她跟她家人沟通都是用广东话。那其实我在家也蛮常吃越南料理的，像炸春卷啊、生春卷，然后还有越南河粉等等，妈妈也会煮。赞哦！然后我们到了，在这里。就我跟他说，其实这家店很有个性，因为前几天我们一直打电话进来，结果他是1、2公休，结果他昨天也是公休，所以如果大家如果说真的要来吃的话，还是建议电话打一下，我很怕哭吼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点餐吧。的，刚刚在里面就是看老板娘在制作的时候，我刚才真的被那锅汤吓到。那一锅汤里面满满的那个大骨，超大牛骨下去熬的，然后上面有就是洋葱啊下去熬，要熬7个小时。然后这里呢不夸张，它的1人份就是这么大，然后这一碗200块。它分量真的很大哎，而且它上面这个牛肉啊是用温体牛肉，然后用炙热的高汤淋下去。所以是完美熟度。然后这里碗呢，扣掉碗重，总共是5公斤，5人份。店家的5人份就5公斤，1份的话就差不多1公斤呢。真的大食量的人来都觉得哦，吃得很满足。那挑战之前呢，就是一定要挤一下柠檬。我是为了柠檬所以才带这个。这个加的柠檬真的会变得超好吃。原本就很好吃的，但就是要加柠檬。上面有满满的洋葱、9层塔跟葱花。那就来挑战巨无霸5公斤的越南河粉。那就开始，先搅拌。我的汤好好喝。超经典的，满满洋葱的甜味。
好吃。我超喜欢吃河粉。我刚才看最底下好像板娘有放那个豆芽菜，看到了豆芽菜山。没有流汗。而且还在很热的天气吃很热的食物。因为它的牛肉都是切成块状的，它这样可以做到这样不柴很厉害的。哎，你们知道如果牛肉煎得过熟要怎么办吗？等消化吗？是的，跟它装不熟。就是要加起司，因为起死回生，起司回生。像这种清炖的牛肉河粉啊，最常加的就是豆芽菜。那如果说你是点那种红烧的啊，或者是那种红色的汤系列的话，里面都会加空心菜比较多。这台电风扇，如果有从3年前看我影片的观众朋友们会认出这一台哟。这一台是那时候挑战那个东北小爷水饺的时候，旁边有那个卖电风扇的那个摊贩，他送给我的。他那时候怕我太热，我一直留到现在。嘿，谢谢你。对了，我还要盛那个。这个黑黑的是海鲜酱，红色的是辣椒酱，然后我再拿来沾牛肉。然后其实我也会挖一点这个酱进去这个汤里面，直接瞬间变2吃了。刚刚沾到辣椒酱的部分，好辣哦！喝个越南咖啡，解辣。哦，越南咖啡就是好喝。哦，谢谢。因为我们斜对面是警察局，哦，警察贝贝也来这边买河粉。他看到这个影片他会哭，我跟你警察大哥，完食。哇，刚好在20分钟内，但这只是正常的我的午餐吃播而已，只是没有特别挑战。然后我这样吃完，还是很谢谢挑嘴男推荐了我这一间越南河粉，真的好吃，分量很大，而且汤头很清甜。然后我觉得跟我在园林我最喜欢的那一家来比的话，平分秋色，嘿嘿。下次认
对，这边的话就是分量很大，然后200块。可是我们那边的话就是100块，哎，110、100块那边，然后就是1人份，其实也蛮大碗的。这个大概是这个的一碗。我觉得这个1碗大概有2人份呢，蛮大的。就是它的分量真的蛮大，你看1人份那么大。我刚才在吃的过程中啊，那个面不是很多吗？我一度以为我可能汤喝完了面还有，结果没有，我面吃完了，其实还是蛮多汤的。所以真的不错，蛮棒的。而且我觉得夏天吃这个很清爽。像上次还有人跟我说，夏天这么热吃河粉不会热吗？不会哦，反而能消暑哦。那挑战完了，然后顺便再带大家回东协广场那边吃东南亚美食。Let's go！ 我们现在移动到了第一家店 ，Hello 米兰。这一间呢，为什么会特别挑的原因，是因为它的网络评价其实很好，然后它其实也有入选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餐点4年，从2022年到2025，今年2026还没出来。那我们先进去点餐吧。好，我点好了。我又点了一次越南咖啡 again， 就是因为刚刚是外带杯，所以就是大家都看不清楚它里面是什么样子。它下面的话就会先用炼乳，然后再就是那个绿的那个咖啡，像我们家也有这个，然后里面就会用咖啡粉，差不多这样的量就够了，然后再用热水把它冲泡满杯，让它慢慢滴下去。然后这边有搅拌棒，这里面要搅拌，趁现在热的时候搅拌。对。就变成炼乳咖啡，搅拌，很香哦！你在搅拌的时候，那个咖啡香气都一直喷出来。那搅拌的差不多之后，我们把它倒进去冰块杯。我记得那时候跟妈妈回去越南的时候，我们每天早上都去菜市场，然后菜市场的摊贩就有很多就是卖那种越南咖啡啊，还有很多饮料。但他们的饮料就是都有一个特点。就是冰块真的是有够多，然后你可能喝2-3口饮料就没了。越南咖啡，这真的很好喝。我觉得这里的好像咖啡更好喝。这杯的那个咖啡的那个烘焙的那个咖啡的香气比较浓厚。但我觉得这样现滤的咖啡最好喝的。然后就是我在家这样滤完之后啊，它里面的咖啡粉还在冲泡个2-3遍左右。那我们就开动。我今天点了凉拌春卷，然后它是鲜虾口味的。然后像那种凉拌春卷里面的话，就一定会有这个米线，然后有小黄瓜，还有生菜，然后这是越南火腿。然后吃的话一定要沾这个鱼露，我觉得看人沾啦，因为有些人比较不能接受鱼露的味道。还是。好吃，因为我蛮喜欢鱼露的味道，所以就是米线沾的那个鱼露的味道，就整个那个鱼露的香气都在里面。它口感很丰富，有那个薄荷叶，还有一些生菜的脆脆的感觉。然后火腿的话，就越南火腿吃起来就是猪肉香气比较浓厚，我觉得搭配米线的话，就会那个综合掉。像我们家就是如果自己包生春卷的话，里面一定备的料会有那个越南火腿、小黄瓜，然后还有那个薄荷叶，然后米线也一定会。虾子的话就比较不会准备了。所以你们会在家里自己包？会啊，而且我还会包一个特大版的、特大号的，而且就是我们不一定会包这些料，有时候也会包桌上的一些饭菜。接下来吃炸春卷，我喜欢鱼露。就像有在越南吃的感觉。它里面的料好像有那种切碎的蔬菜在里面。我自己去吃的那几家店啊，他们的春卷已经变化到个人的店家口味，有些人是直接纯肉下去炸，或者是只有芋头跟肉。但这个真的有当地的味道有点像是我高中回去那时候吃路边摊，然后再炸春卷的那种味道。这个不错，这个推荐推。再来呢，就是要吃有些人需要拿出勇气才敢吃的鸭仔蛋。他通常吃鸭仔蛋的话，一定会配旁边这个越南香菜，就是这个拉沙叶。
然后还有这个椒盐，先敲破一小孔，然后先吸里面的汤汁。哦，汤汁精华流出来了，这个很补了，是越南很传统的点心。我去吸一下。哦，好补哦！吃鸭仔蛋，我觉得有些人没办法接受，原因就是因为它其实是已经快要成型的小鸭，然后它其实看得到血管啊，里面的汤汁，先吸一下。很补哦。你们有吃过鸭仔蛋吗？不敢。这个很补哎，这超补的。当然，它的全身。那如果说你真的运气特别好的话，你有可能会直接翻到已经小鸭的形状。那个还能吃吗？还可以吃啊，就是你在吃小鸭而已，不建议单吃啦。沾一点椒盐，滚来滚去，再一点越南香菜，好补开动。无法想象。很好吃哦，好久没吃，这个味道就对了。不行，你都要想象，就是它反而没有那种鸭蛋那么浓郁的味道。这个你绝对不能单吃，你单吃你一定会觉得很可怕。你一定要配那个越南香菜跟椒盐。当越南香菜的原因是因为它那个味道跟那个鸭仔蛋的，它们一定要 balance 在一起，你才会觉得那个是完美的东西。我觉得推荐，而且吃下去你会觉得精神百倍。你们要吃吗？我剥给你们吃。一定要一口哦，小心哦！一定要一口，香菜一起吃下去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眉头深锁。越南香菜的味道其实很重，有人说吃不懂，你不觉得吃下去有一种中气十足的感觉吗？坦白说，对不对？真的没有，有我会讲。怎么会？但我觉得那个越南香烟是好吃的，但就是我觉得来这边的话，春卷跟鸭仔蛋一定要点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大家我比较常熟悉吃到的味道，这个都大同小异。鸭仔蛋太好吃了，我想说难得来了，我又再点了2颗，1颗40块，我觉得可以。哇哈！哒啦！那是血管吗？对，布上面就布满血管。会。这个椒盐很好吃哎，沾满了椒盐，然后再配越南香菜、拉萨叶，好大啦！这间推吗？这间推鸭仔蛋跟炸春卷，还有越南咖啡。那就是我们前往下一家店。干杯！没有错，这一家我们来到了泰式料理，然后就在走路差不多3分钟左右，先来一杯泰式奶茶。我还记得那时候就是因为比赛的关系，然后我们其实有去到泰国，然后那时候吃了超多泰国的料理，有生腌呐，还有那个。你们还记得跳跳虾？那个真的很好吃，虽然它就是跳跳跳有点可怕，但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好吃，就口感很特别。13分。这边有甜。那我今天点了这泰式海鲜凉拌，然后还有这个泰式炒河粉，然后我们是点牛肉口味的，这是打抛猪饭。海鲜牛猪，先从打抛猪饭开始好了，因为其实很多台湾的店家的泰式料理都是用9层塔下去炒的，但其实这一家是用真正的打抛叶下去炒的。哦，打抛叶的香气好够哦，试试看打抛叶。打抛叶的香气更重哎。它那个叶子的清香感会更重，然后它的那个肉啊，是使用那个脂肪比较多的部分，所以很下饭。它是用比较偏脂肪肉的部分，就是不是瘦肉，所以吃起来那个油脂很够，然后搭配它那个打抛叶，我觉得搭配的刚刚好。
好吃，真的是辣感会一直累积。但我觉得这泰国的长米真的很下饭，我感受出来，因为你一直在吃。很香哎，而且这是饭可以解辣，因为它是淀粉。再来我们吃泰式炒河粉，它的量好多、哦，这分量很大哎。哇，它炒的颜色很均匀呢。你看炒河粉的香气很特别，里面有加花生呢，有一点点那个麻酱的那个香气在，然后你嚼着嚼着，哦，有一点醋的感觉，酸酸的，很开胃。那牛肉也给好多、哦。哎、牛肉好吃，那牛肉给的很厚，好吃哎，这个推。泰式炒河粉，锅气超香。再来就是泰式海鲜凉拌，它这个虾子很大哎，很新鲜。中点也好吃，这3道我会最推炒河粉，但我觉得这个打泡叶真的不错，跟九层塔的味道真的不一样，这味道就很像，就是那个我想起了当地的味道，所以它真的是用当地的味道下去炒的。那这边我们等下把它吃一吃，然后前往最后一家，顺便带大家去吃甜点。这是什么2、不是，这个是叶。那这个是什么1，不是，这个不是1，这是半叶。那这个呢 OK， 不是， 3，是3根半叶，3根半个叶。那最后一间呢，我们要来带大家吃的点心就是炸香蕉，就是东南亚很传统的一个炸点小点。这个就是炸香蕉，然后还点了一杯洛梨牛奶跟榴莲牛奶，噔噔，炸香蕉跟2杯饮料好了，这一个35块钱哦，它其实蛮大一个的，而且你不说它是炸香蕉，从外形上真的看不出来，烫吗？有点烫，哇，哎，它是切片的，它不是一整根的，哦，它里面有香蕉泥耶，哦，炸过之后就变成香蕉泥了，哇，这味道很浓哎，你闻。炸过之后的那个，哇，好吃哎！它里面那个香蕉泥超香，哎，它经过油炸之后加热，那个香蕉的甜味，我觉得有加倍释放，蛮特别的，还很便宜，35块钱。那你现在在外面买一个香蕉煎饼，蛮贵的，夜市一份都要80了。现在我们先来喝，它没贴，所以要先喝一口才知道。洛梨牛奶，洛梨的比例很重哎，喝下去都满满的洛梨味，它其实没什么奶味耶。它的洛梨的比例比牛奶还要多很多，好浓的感觉哦。很浓厚，榴莲牛奶，哦，真的是我哈气都有榴莲的味道嘞，超好喝。这2杯我更推这一杯，榴莲牛奶，好好喝，榴莲不会太浓稠，刚好又有奶味，这个是我的命定了，好好喝，这杯已经大推。那今天的东南亚美食之旅非常的顺利成功。那排名一下今天的 Top 3。我今天的第3名给泰式炒河粉，哦，味道很特别。第2名的话，我给榴莲牛奶。他竟然只有第2名，他第1名是第1名越南河粉，因为第一家的越南河粉牛肉可以冲泡，就是我泡了5到10分钟，还可以到那么嫩，我觉得不简单。虽然这1碗200块，但我觉得它的量跟它的品质有到那里，所以用温体牛下去现冲，
真的很重要。哎，那个牛肉很大块哎。那今天的东南亚美食之旅也希望大家喜欢。如果你最想吃哪一样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区跟我分享哦。那也请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、脸书跟 IG， 非常欠大家订阅。那就再请大家多多支持。按钮 N 就是越南文的 I love you。